每次考古学家发现新事物时，他都有可能重新定义历史。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已经对几千年前世界的运作方式建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想法。我们已经发现了各种历史片段，古人将如何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地方政府和经济将如何运用这些技术。然而，偶尔会出现一条新信息，它动摇我们对古代世界的了解。例如，旧技术已经揭示，他们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几千年前的世界会如何发展。今天我们将探索一些科学和历史无法解释的古老技术，但在我们开个脑洞之前，一定要做到这一点。点击喜欢按钮，并按响铃铛，以获取更多的视频。如果我们要回顾古埃及人，我们中的许多人会想知道，这些古埃及人是如何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设法抬起这些砖块，并将它们放置成如此复杂的形状。但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些砖块是由一台精密的机器精确切割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个无法解释的问题就是，这些技术我们从来没有过，即使在今天也无法找出埃及人会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将如此精确的线条切割成石块。切割石头非常困难，并且需要特殊的工具才能完成。在现代，切割这些石头通常是依靠电力或汽油的机器，所以很难理解为什么古人没有这样的机器，却能如此精确地切割石头。专家指出，石头上的锯痕证明，当更仔细地检查这些痕迹时，它们是被某种原始锯形的工具切割，而且很明显，用于切割这些石头的刀片会非常锋利，远比我们现在使用的工具锋利得多。研究人员指出，锯子会以类似激光的精度来回移动，这不是手工完成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会使用什么样的机器来切割如此坚硬的石头。伊朗有5000年历史的供水系统。几年前，一组研究人员正在伊朗的一个古老村庄挖掘一个古老的管道系统。我们对这个系统了解不多，但是他们意识到该地区大约有5000年的历史。这意味着，在我们认为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之前，现代管道已经存在数千年了。需要创建这些古老的管道，每根管道长约1米，管道相互连接以形成更长的竖井，用于将水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一个地方。据历史学家所知，这些管道是在大约5000年前的波斯，意味着生活在这里的人比我们知道的要先进得多。当地人建造了一个非常科学的竖井网络，每个竖井由一系列倾斜的隧道连接起来，就像您家中的现代管道工程。这些管道可以用来灌溉田地，也可以将水输送到各个家庭。只需看一眼真理之口，就足以让您的脊背发凉。这个奇怪的圆盘形艺术品令人毛骨悚然，并且可能会在未来很多天留在你的噩梦中。许多人仍然在争论这段奇怪的历史，都在猜测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被用来做什么。这件艺术品的故事和历史完全是个谜，但历史学家已尽最大努力拼凑出如此奇怪的作品为什么被创作出来。奇怪的浮雕在17世纪，它被安放在希腊圣母堂的门廊，它于1485年首次以书面形式提及，但我们没有确切的知道它为什么被称为真理之口。它可能曾经属于希腊人，并且可能已经成为某些人神秘的工具。众所周知，数千年前的许多罗马商人曾远行数英里外向宙斯致敬，因此这座雕塑可能是那个仪式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人猜测，这个圆盘形物体可以用作简单的下水道排水盖，因为它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上有开口，这绝对是一种可能性。事实是我们对它知之甚少。无论如何，研究人员仍在尽最大努力拼凑这个奇异遗迹的历史。灌溉技术并不是波斯人的唯一发明，在印加南美洲的土著居民也是拥有复杂灌溉系统诀窍的人。近年来发现的古遗迹显示，他们拥有非常成熟的灌溉技术。印加人知道如何将自然环境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梯田建在3个天然的天坑中，这可能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请继续观察，这一切是如何在这里与自然融合。印加人创造了无数梯田，每一步都有自己独特的微气候，这使得印加文化的人民可以在那里种植各种各样的作物，供水通过复杂的运河系统被引导到设施的各个部分。顺便说一句，我们发现这样的印加梯田不仅有木尔条纹，而且在这个部落有曾经居住过的最多样化的民族。独特的斜坡也有助于种植大量食物，从而防止食物危机。其中印加人在这里种植了土豆、玉米、西红柿、花生和辣椒。这样的部落能够计划并建造如此复杂的作物种植系统，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他们确实比我们更了解自然世界。经过多年的观察研究表明，印加人已经真正掌握了生存和适应自然世界的艺术。一盏青铜灯，发现它们是在大约2000年前创造的，然后才最终被放置在一位皇帝的孙子的坟墓中。因为您可以清楚地看到灯描绘了向后转过头的烟道，而起灯罩可以转动，不仅被用于美观装饰，但也可作为排烟罩和防风。一旦燃料点燃，烟雾就会进入烟道的顶部，它很可能充满了水。此外，可以手动改变烟道的位置，从而可以调节灯光亮度。古代物件再一次向我们证明那个时代的人有着非凡的技术功底。众所周知，埃及人不仅是这些艺术品的制作者，还是颜料设计大师，他们还知道如何用华丽的颜色来装饰它们。我们今天将讨论的这种历史悠久的特殊颜色，因为埃及蓝是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人工生产的彩色颜料之一。为了获得明亮的蓝色，需要几个复杂的步骤，这需要相当多的化学知识，我们不知道古埃及人如何了解到这些知识的，直到最近研究才详细揭示和了解了这些知识。石灰石和石英砂与青铜屑和少量小苏打混合，然后必须在870摄氏度的温度下长时间加热混合，最终形成了古埃及人已经拥有的美丽颜料。古埃及人以这种颜色而闻名，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蓝色色调之一。众所周知，埃及人早在公元前2639年至公元前2504年的第四王朝就生产这种颜色，并且将这种复杂的制造技术传播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和罗马帝国时代。无论我们的灯多么现代和复杂，迟早有一天它们会因为燃料耗尽并需要更换，但是有一些来自古代文化的报告讲述了永远燃烧的灯。似乎更令人惊讶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曾经报道过位于古埃及寺庙门上方的一盏非凡的灯，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盏小明火，风雨无阻。除了这份报告，还有其他讲述这种永恒燃烧的燃料。据说在印度、亚美尼亚和希腊也有类似的物体。经典作家 Pausanias 提到雅典密涅瓦波利乌斯神庙中的一盏金灯，它的火焰燃烧了数年，而无需提供新燃料。相传罗马国王努马·庞皮里乌斯是众神和超自然的朋友，众神向他传授了这些知识，如何制造永恒燃烧的火焰。据说这盏灯被安置在寺庙里，关于永不熄灭的火焰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因为这种现象无法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有些人会使用其他方法来更好地理解这种奇怪的技术。如果你相信这些故事中的永恒之火是由恶魔或外星神灵创造的，或许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套16700年前的工具，在德克萨斯州被埋没和丢失的工具。这些工具究竟是什么人制作的呢？在这个时代就有人存在并且使用工具了吗？有太多的疑问需要考古学家去解答。这些工具比美国历史早数千年，直到此时，我们假设第一批人在北美定居的人是克洛维斯文化，但是这些工具颠覆了美国的历史，并证明早在克洛维斯文化诞生在这片土地之前，就有人在美国生活和繁荣。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16700年的估计日期是正确的。我们对这些工具知之甚少，但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它们的起源，以及在未来几年内去探索是谁创造了它们。
想象一下，当你发现时，加入一个研究团队，像这样一个完全改写历史的神器，成为像第一台计算机那样的调查组的一员，一定是一种奇妙的感觉。现在世界上的计算机已经成为我们现代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工作娱乐还是打发时间，现代计算机以多种方式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把第一个计算机的发明放在了20世纪1770年代的一些令人惊叹的设备，让我们质疑这一说法。更准确地说，我们将谈论由名为 Jacques Ro 父子团队建造的3款机器人。令人惊叹的角色被称为抄写风琴师和绘图员。如果你启动作家的机制，他将他的羽毛笔进入墨水瓶；如果你拉一个杠杆，机械涂鸦者甚至开始在纸上画几条线。机器能够写下多达40个字母的自定义文本。角色绘图员依次完成了制作4种不同主题的壮举。它的机械装置由磁盘控制，绘图模板位于磁盘上。风琴师反过来与滚针一起工作，可以播放5种不同的音乐。这3个机器人仍然功能齐全，并且在新城堡的博物馆中。感谢您的观看，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开更多的脑洞，请务必点击该按钮并按通知铃铛，播放更多视频。